Hello， 大家好，这是从来不出村民的小豹，群峦救援生存第9期。上期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下钢啊，这期的话把钢针给做出来。有了钢针之后，我们才可以制作一些钢的工具，还有钢的材料，用来制作后续的机器。不过我们刷了好几个小时啊，刷了很多的铁，然后也练了很多的生铁，所以我们的钢是够的，我们就直接做一波吧。这钢针是开始制作增产设备之前的最后一次冲刺。我们这期的任务就是把那几个增产的设备给制作出来。不过我当时在录视频的时候没想这么多啊，就想先推一下主线。在这个钢的右边的话，还有一种叫做黑钢锭的东西。解锁这个黑钢锭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红钢还有蓝钢了。不过这个黑钢制作起来就比较麻烦啊，不但需要钢，还需要镍，还需要制作黑青铜。做黑青铜的话，就需要单独开一炉钢锅了。所以的话，我们就准备一下做这个黑钢。然后由于做这个黑钢需要挖一些额外的矿石，所以我们顺便把织线需要的材料给准备起来。在左边这个拉丝机的地方可以拉出线缆，不过这个拉丝机需要用到一些皮革，皮革的话要处理兽皮。我们之前是处理过一次兽皮的，这个的话要依次把它封在桶里面封几次，要花一点时间啊。我们先把它挂起来。然后顺便再打造一下制作拉丝工作台需要的一些材料。中途咱们身上的肉不多了，出去杀几只猪猪，正好咱们现在已经有冰室了，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猪肉。原本我们烧猪肉的话是放在那个篝火上面烧，现在的话可以用这个锻铁锭来制作一个烤架了。这个烤架的话可以一次性烧6个食物，方便很多。把它放在锻造炉上面，给这个锻造炉加一点燃料，给它盖上，然后再往上面放猪肉，它自己就可以慢慢的烧起来了。不过我烧东西的时候分心了一下，做了一下其他的事情，一不小心浪费了2个猪肉，有点浪费粮食，太可惜了。这些烧完的猪肉我们给它放到冰窖里面，放在这个里面可以保存很长很长的时间。接下来这段时间都不需要去打猎了。其实我们现在还需要补充一下其他的营养啊，我们的血量已经掉了很多了。不过那个小麦什么的一直没种起来，所以没什么办法，只能让它接着掉了。在支线的这边还有一个浇水和储罐的任务，要做铁锅来制作浇水，这是用来制作储罐的材料。储罐的话，我们这些机器大部分都是有用的，所以的话也可以先把它解锁一下。先在这个针上面制作一个铁锅，然后把铁锅和木桶还有骨头结合。骨头的话之前家里有很多啊，打小白可以掉超多骨头。再把这个混合物放到锻造炉里面加热一下，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可以变成胶水了。Later。哦，烧好了 ，nice。胶水烧好了，然后把它取出来，提交一下任务。就这样稍微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这边这个皮革也做好了，所以的话我们前面那个抽丝工作台也可以制作了啊，中间都没有时间去挖矿，任务实在是太忙了。把抽丝工作台摆在这边，我们后面制作这个民营蒸汽引擎就需要用到这个铜线，要在这个地方处理的。好，那现在的话这个先告一段落，我们去做一下主线的这个黑钢锭。黑钢锭的话需要用到淬钢锭还有生铁锭，生铁锭我们是有的，所以的话就需要这个淬钢锭了。淬钢需要钢锭、镍锭还有黑青铜锭，而这个黑青铜又需要挖金、铜还有银锭。金和银我们好像都没有啊，又要去挖2个矿脉。不过好在它们的需求量不是很大，我们可能都不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挖出来了。首先是金矿石，这个探矿的部分比较复杂，我就不讲了。这波运气很好啊，在这里找到了一个负级的原生金。不过找银的运气就不是很好了，找了2个矿脉，然后还找到的是一个平级的原生银。我在考虑我后面要不要加一个矿物透视的模组啊。这个整合包比较有意思的还是科技探索的部分啊，像这种枯燥的挖矿弄得太复杂了，有点得不偿失了。好，然后我们的矿物是挖完了，又花了半个小时左右去砍了一些树，家里这个焦炉的木头又用完了，我感觉我们这个焦炉也得升级一下了。后面的话马上就可以做一个升级版的焦炉了，可以取代这3个老旧的焦炉的地位了。那么接下来来炼制一下黑青铜。黑青铜的话需要铜和银还有金，我们先在计算机上调配好方案，免得后面的话弄错了，那一锅就都废了。调好之后的话就往里添，然后鼓风烧就完事了。这边的这个黑青铜已经炼完了，我们把它倒到模具里面吧。那接下来可以开始炼淬钢了。淬钢的话不是需要钢加上黑青铜还有镍嘛？所以我们又来开了一个镍的矿坑。哎，这个整合包里面挖矿也太麻烦了，要是有无限的矿石就好了。挖完了镍之后，把它和钢还有黑青铜一起放到干锅里面，再把它烧一波，就可以烧出淬钢了。最后的话，这个淬钢还要再和生铁锭打造一下，家里的铁矿石好像又不太够了，就剩这么一点了，所以的话我们还需要再出去再挖一些铁。之前挖的这个铁矿脉被我们挖的差不多了，脚底下好像还有一个小小的矿洞啊，就导致我们一边挖这个矿洞就一边塌陷，贼难受。于是就花了一点时间，比较潦草的把这边的铁矿脉处理了一下。这波用完了之后，我们又要重新去找一次铁矿脉了。OK， 然后咱们回来把那些铁都弄成生铁，这波大概又可以弄出来10个生铁。
中间的话顺便问一下咱们家的猪牛羊，我们现在还没有跟他们熟悉啊，要熟悉了之后才可以接他们的奶。然后就是做后面的几个机器了，先把这个铜条压成线。大部分的东西的话都是有合成表的，我们就按跟前面差不多的那些流程依次来做一下就行了。中间的话因为控制温度的问题，再加上想要提高效率，也是手忙脚乱的失败了不少次，损失了不少材料。以后的话我们这个烧制的过程就尽量不展示了，其实都差不多啊。如果有跟着这个视频玩的小伙伴，大家自己按教程来就行了，我们就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刚刚在针上面压了一些未处理过的铜线，这个铜线要在这个拉丝机抽丝机上面处理一下，要处理个3-4遍才行，才可以变成完成的状态。然后我们就可以合成这个蒸汽的机器了。在这个机器中间，旁边几个材料我们都有了，我们现在缺的就是顶上的这个铜齿轮。这个铜齿轮可以合成的方式其实有挺多的，然后我选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其实只需要像这样子用4个铜锭再加上中间一个10齿轮就行了。我的话是选用了这种4个铜板加上1个铜杆就是8个铜锭加上1个铜锭，总共需要9个铜锭，也就白白浪费了5个嘛，就多花了10来分钟了小事情小事情。然后我们材料收集好了，这个明科蒸汽引擎制作完成。然后的话就是增产工具了，这是一个坤压机，是可以节省一下我们压板时候所需要的材料的。这个的话就是用我们那个蒸汽引擎来提供能源的。制作这个坤压机其实还挺简单的，就是很费铁，它需要用掉2个4重的锻铁板，就是16个锻铁锭，差不多就是半个小时的工作量吧。我们把家里的铁全部都用完了也不够啊，所以的话要在这个锻铁炉里面再烧一些。OK， 那咱们这个坤压机制作完成了，把家里的锻铁又花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可以开始做一下这个碎石机了。碎石机是通过把矿物粉碎成小型的矿石来达成增产的目的。中间的话需要用到一些铁板，锻铁或者生铁的都可以只需要用到6个。不过它还需要用到一个钢的齿轮，这个钢的齿轮简直把我给折磨坏了。我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弄了一些锡锭，然后做了一下锡的一个齿轮。结果做完之后发现这个锡的齿轮不能拿来合成，做这个锡的齿轮还用了4个钢板，它没用了就又得重新做，又要重新去挖铁。总之的话咱们要重新做一个这样子的齿轮这个齿轮比那个锡的齿轮还好做，而且还省一点材料。然后又折磨了一会儿，把家里的材料花得干干净净了，又去重新挖了一点矿，终于是把这个碎石机给做出来了。那我们今天这些做出来的东西下一期视频里面再用吧。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